汉朝皇帝时，汉成帝刘骜。汉成帝刘骜从太孙到温柔乡中的亡国之君汉成帝刘骜，公元前51年、前7年，字太孙，是西汉第12位皇帝，在位26年。他是汉元帝刘氏与孝元皇后王政君、王莽之姑所生的嫡长子。作为一位极具争议的君主，他仪态端庄，博览群书，初即位时颇有天子的威仪，却因战于酒色，荒淫无道，亲手将父亲汉元帝留下的衰微国事推向更深的深渊。正如后世所评，他是一位空有仪表、内力腐朽的典型昏君，其统治为外戚王莽篡汉铺平了道路。早年岁月，从宣帝爱孙到差点被废的太子刘骜的早年经历充满了戏剧性，他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，却因成年后的堕落，险些失去继承权。太孙之名与祖父的厚望。甘露3年，公元前51年，刘骜出生于长安贾馆华堂。其祖父汉宣帝刘询对这个嫡长孙的到来欣喜若狂，亲自为其取名为奥吉骏马，寓意他能成为刘汉王朝的千里马。又取自太孙，时常将其带在身边抚育。宣帝希望这位皇孙能继承自己的雄才大略，重振大汉国威。然而这一美好愿望最终落了空。从谨慎好学到沉湎玩乐。初元2年，公元前47年4月，年仅4岁的刘骜被立为太子。少年时期的刘骜确实展现出了值得称道的一面，他爱读经书，喜欢文辞，为人宽博谨慎。有一次，汉元帝紧急召见他，他不敢横越皇帝专用的驰道御道，宁可绕远路迟迟才到。元帝得知后不仅没有责罚，反而大为高兴，下令今后太子可以直接穿越驰道。这件小事可以看出早年刘骜谨守礼法的性格。然而随着年龄增长，刘骜开始转性，终日沉湎于玩乐，其生母王皇后也不得元帝宠幸，这让元帝对这位太子越来越不满。太子位风雨飘摇，史丹的关键就驾。汉元帝曾多次想改立太子，他属意的是宠妃傅昭仪之子，多才艺的山阳王刘康，汉哀帝刘欣之父。建昭4年，公元前35年，中山哀王刘敬去世，太子刘骜前往吊丧。刘敬是元帝幼弟，与刘骜一同长大。元帝望着刘骜，想起死去的弟弟，悲痛欲绝，但刘骜到了跟前却毫无哀伤之色。元帝勃然大怒，哪里会有一个人不慈和仁爱，却可以奉祀宗庙，做百姓父母的呢？言下之意，刘骜根本不配为君。关键时刻，侍中史丹挺身而出，他脱帽谢罪，谎称是自己为了不让元帝过度悲伤，特意嘱咐太子不要哭泣。元帝听后，怒气才稍稍缓解。靖宁元年，公元前33年，元帝病重，傅昭仪母子常在榻前侍奉，而皇后王政君和太子刘骜却难得见上皇帝一面，形势万分危急。史丹凭其宠臣身份，趁寝殿无人时独自闯入，伏在元帝床前，声泪俱下的为太子求情。元帝心肠软，悠悠不断，见史丹泣不成声，最终长叹一口气，表示不会废黜太子，并嘱托史丹好好辅佐皇太子。刘骜的太子之位至此才算真正稳固。登基为帝，从仪态威严到权力的傀儡。靖宁元年，公元前33年5月，汉元帝驾崩。6月，太子刘骜即位，是为汉成帝，尊生母王政君为皇太后。天子的威仪与迅速暴露的无能。汉成帝即位之初，每次声召与大臣议论朝政，都端坐御座，仪态威严，颇有帝王气度。然而这种威仪只是表象，他很快就暴露了治国无能的本质，怠忽朝政，将国家大事悉数交由他人处理。外戚王室的崛起与制衡的失败。汉成帝时期，西汉政治最大的变化就是外戚王室家族的全面崛起，这一切都与他的母亲王政君和舅舅们密切相关。打击宦官，成帝首先拿元帝旧臣宦官石显开刀，他用明升暗降的办法将石显调离权力中枢，随后由丞相匡衡等人联名上书，揭露其罪恶。石显最终被免官，死于途中。这一招看似果断，实则是为王室外戚扫清障碍。王室专权，石显倒台后，成帝的舅舅王凤迅速崛起，被封为大司马、大将军，领尚书事，总理朝政。为了巩固权力，王凤接连排挤了能力出众的冯昭仪之弟冯野王，迫使许皇后之父许家隐退，扳倒王商。当时朝中唯一能与王凤抗衡的是另一支外戚势力的代表，丞相王商，汉宣帝表舅之子。王凤与史丹合谋，派人诬陷王商。汉成帝明知难以查证，却在王凤的坚持下，
无奈免去王商的丞相职务。王商被免相仅3日，便悲愤吐血而死。至此，王凤专制朝政，朝中再无反对派。太后王政君的7个兄弟全部封侯，王凤、王殷、王商成都侯，王根先后担任大司马，最后权力传到了侄子王莽手中。3. 随和改制，最后的政治挣扎。随和元年，公元前8年，成帝对宰相制度做出重大调整，更制3公，大司马、大司徒、大司空，史称随和改制。这是对西汉官制的一次重要改革，但其初衷究竟是为了加强皇权，还是在外戚压力下的无奈之举，学界尚存争议。但无论如何，此时的大权早已旁落。3. 荒淫无道，从断袖之癖到温柔乡。汉成帝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昏君之一，其私生活的荒淫程度在历代帝王中也名列前茅。1. 断袖之癖与张放的同性之恋。成帝有一个著名的男宠富平侯张放，史书记载张放少年书吏，性开敏，成帝对他极度宠爱，与上卧起，宠爱殊绝，甚至经常假借张放的名义微服私访，在长安郊外玩乐。太后王政君对此极为不满，最终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张放流放。成帝不堪思念之苦，多次召张放回京，又迫于压力将其放逐，故常涕泣而遣之。成帝死后，张放思慕哭泣而死。2. 从许皇后到班婕妤，短暂的真情。成帝最初专宠结发妻子许皇后，前后长达20年。许皇后生下一儿一女，皆夭折。随着许皇后年老色衰，成帝开始宠爱班婕妤。班婕妤是汉书作者班固的祖姑，她美而不艳，博通文史，知书达理。班婕妤曾生下一子，也夭折了。她还将自己的侍女李嫔进献给成帝，李嫔被封为魏婕妤。3. 飞燕、何德姐妹争宠于燕卓皇孙。弘嘉元年，公元前20年，成帝在杨阿公主府中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女人赵飞燕。掌上舞的传说，赵飞燕原为公主府中的舞女，因身轻善舞，号称飞燕。成帝被其舞姿吸引，将其带入宫中，日夜宠爱。不久，他又将赵飞燕的妹妹赵合德召入宫中。传说赵飞燕能做掌上舞，成帝曾令人在太液池造河宫舟，泛舟赏舞。狂风骤起时，侍郎冯无方抓住赵飞燕的双脚，她竟能在掌中继续舞蹈。许皇后被废，为了争宠，赵氏姐妹极力打击许皇后。当时灾疫频发，刘向、古勇等大臣将责任归咎于许皇后专宠。许皇后的姐姐许烨背地里搞巫蛊，诅咒后宫有身孕的妃子，此事被赵飞燕揭发，许烨被处死，许皇后连坐被废后被赐死。燕卓皇孙的悲剧，赵飞燕被立为皇后。永始元年，公元前16年，赵合德被封为昭仪，姐妹2人专宠后宫10余年，但她们均无子，且极度忌惮其他妃嫔生子，威胁自己的地位。10载，他们残酷迫害成帝的子嗣。女官曹伟能怀孕，赵合德派人将其毒死，取走婴儿，下落不明。许美人生下一子，赵合德哭闹不止，成帝无奈，竟下诏将亲生儿子交给赵合德处置，最终婴儿被杀。汉书记载，掖庭中欲幸生子者折死，又引药伤堕者无数。后世因此留下了燕卓皇孙的典故，比喻后妃残害皇嗣。由于成帝的儿子全部被杀，他最终绝嗣。4. 暴崩于身后，死在温柔乡的皇帝随和2年，公元前7年3月，汉成帝在长安未央宫白虎殿过夜。第二天早晨，他起床正准备穿裤袜时，突然裤袜掉落，无法说话，很快便死去，终年45岁，死因成谜。汉书明确记载，帝素强，无疾病。一个身体强壮、毫无征兆的皇帝突然暴毙，消息传出，群众欢哗，舆论一致将矛头指向了赵合德。皇太后王政君下令王莽彻查成帝的起居及死因，赵合德最终畏罪自杀。历史解读，后世多认为成帝长期纵欲过度，身体早已被掏空，当晚极可能因服用过量丹药，类似春药导致马上风而死，真正实现了死在温柔乡中的梦想。谥号宇灵木，成帝死后谥号孝成皇帝，庙号统宗，后因功绩不足被东汉光武帝废除，葬于延陵（今陕西咸阳市东北）。5. 历史评价，空有其表的亡国之君汉成帝是一位充满矛盾、争议极大的皇帝。从积极的一面看，他仪态威严，博览群书，爱好文辞，并非一无是处的莽夫。他推行的随和改制对官制进行了调整，有一定的历史意义。他罢黜宦官实显，在即位初期有清除积弊之举。
从消极的一面看，占据主导，荒淫无道，他纵情声色，男女通吃，为赵氏姐妹所惑，最终死于温柔乡，堪称历代昏君的典型。怠忽朝政，他将朝政完全委任于外戚，自己则沉溺享乐，是西汉外戚专权最严重的时期之一。外戚祸国，他放任王凤、王殷、王根、王莽等外戚相继掌权，为王莽篡汉铺平了道路。王莽正是在成帝时期被封为新都侯，进入权力核心，绝嗣亡国。因赵氏姐妹的迫害，他杀死自己的亲生骨肉，最终绝嗣，只能立侄子刘歆汉哀帝为太子，导致皇权传承不稳，社会矛盾激化。成帝时期，土地兼并严重，流民众多，各地相继爆发了郑公起义、申屠盛起义等农民起义，西汉统治根基动摇。后世评价，班固在《汉书》中评价他有天子威仪，但也指出他好酒色，专宠赵氏，乱于后宫，以致外戚擅权。王夫之则痛斥他其荒淫无道，足以灭国。吕思勉认为他虽荒淫，但也实施过一些恤民政策。不过这并不能掩盖其统治的总体失败。6. 总结西汉衰亡的关键推手，汉成帝刘骜，这位背负着祖父千里马期望的皇帝，最终却成了西汉历史上最著名的败家子之一。他本有机会励精图治，挽救元帝以来的颓势，却因自身的堕落和无能，将大权拱手让给外戚，任由王氏家族做大。他因沉溺女色，亲手杀死自己的骨肉，导致绝嗣，使皇权更加脆弱。他的一生是温柔乡即是英雄种的绝佳写照。他死后留下的是一个外戚专权、社会矛盾尖锐、风雨飘摇的帝国。仅仅过了不到10年，他的侄子汉哀帝去世后，王莽便正式篡汉，西汉王朝名存实亡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汉成帝是西汉衰亡的关键推手，其统治时期是西汉从衰落走向灭亡的转折点。他用自己的荒淫与昏聩，亲手为大汉王朝敲响了丧钟。